昨天，2023年8月24号，北京时间中午12点，日本的核废水排入大海，中方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然后就在紧接着下来啊，你看，朝鲜第2次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它就是要发射一颗卫星，而且还要宣告失败。失败之后，这个卫星的残骸会落到哪里呢？日本。明白意思吗？就是失败了，还宣布了我们失败了啊，也许就会要降到日本啊，而且第3次将会在10月份继续发射，还会继续失败。日本就慌了，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卫星，强烈谴责，不能发射啊！就当我们中方宣布全面暂停进口的日本水产品的时候，日本的首相又发言了，要求中方立即撤销这个规定啊！你看这个日本呀，我就很怀疑，时时刻刻都能将这个不要脸诠释的是透透彻彻，脸也太大了点了。上拐天下拐地，还想管别人拉屎和放屁，怎么样的一种嘴脸？整星自己点火，都不允许其他国家点灯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非人类的行为啊，违反人类道德、国际法则的这种行为。非人哉！不仅给我们的后代也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0年之后，也许你的后代会是一个美人鱼哦。美人鱼也不错啊，不要变成一个人鱼兽就可以了。你也不要因为简简单单的一个变身变异，仅仅是形体上的变化，你得忍受病痛的折磨啊！想骂吗？想。你骂出来。我要对呀，骂人是要有水平的，做到吃人不吐骨头，骂人不带脏字儿，批判。拿起你笔当武器，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司审的频道。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段影片是中国的课堂，粉红的老师教出粉红的学生，老师一边在痛骂日本，底下的学生一边在诅咒日本人。先不说这个老师把日本排海这个事儿跟朝鲜试射什么卫星或飞弹联系在一起，我们先说他的这种教学模式。其实同样一个事情放在任何的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怎么来处理？在课堂上，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相信很多学校也会是这么做的，就是让大家自己讲出自己的看法，然后给出自己的理由，甚至举办一个辩论会，现场辩论，辩论完之后可以再写出文章来，对吧？既锻炼大家的口才，也锻炼大家的写作，也学习了如何去查找资料，去筛选资料，特别是还能培养出学生的思辨能力。我曾经认识一个加拿大的医生朋友，他就问过我关于英国脱欧的事儿，我就问为什么问我这个话题啊？他说他女儿在学校的课堂要举办辩论会，支持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双方辩论，但是你要找到你支持或者反对的理由，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什么是教育？教育不是老师说什么什么就是正确答案，学生就得背诵，就得当作真理，这不叫教育，这叫洗脑。教育是培养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独立分辨能力和逻辑能力的正常人，英文叫做 well informed。 什么意思？它这里边其实有2层含义，一层是你要获得足够多的知识，你要具备最基本的常识，那第2层含义就是你能够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特别是是非观念。这个是非观念是基于你的常识，同时也应该符合普世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样的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观。而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生被这样的教育出来，他这2个层次第一个都没达到，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那谈何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呢？所以看到中国这样的课堂教出的孩子，我真的觉得太过于误人子弟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包括大学是在不断的批量生产小粉红。我们做这个节目才有几个人看得到，对吧？我们能够影响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跟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和洗脑宣传机器去抗衡，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我只能说我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吧。如果大家觉得我节目讲得好的话同意的话，也欢迎大家去积极的转发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让这个社会
不要充斥着虚假信息，能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就这种教育方式跟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的体制本身就是个从上到下的集权专制体制，所以学校教育对于这个党国体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说从上到下，不管是官僚体系还是学校还是社会，你都能看到这种权力至上，当权者说了算，当权者制定规则，当权者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新华社最近在微博上还搞了一个民调，你以为民调是调查人们的不同看法吗？这是正常的民调，但是中国式民调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看新华社的民调，问题是你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想说什么？他给了人们3个选择：第一，坚决反对，强烈谴责；第二，祸害子孙后代，祸害全人类；第三，记住2023、0824，日本必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3个答案，请问有什么差别？就像说你觉得我执政干得怎么样，给你3个答案，好，非常好，特别好，你来选择，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在节目里边也经常开玩笑，世界上有2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式逻辑。世界上也有2种常识，一种是常识，另外一种是中国常识。同样的，世界上也有2种民主，一种叫民主，另外一种叫中国式民主。既然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这种对日本的仇恨，对日本排海的无脑反对，学校老师是这么教学生的，政府是这么教人民的，媒体是这么教读者观众的，家长是这么教孩子的，那请问我们的下一代，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可想而知了。果然他们不负众望，很多人在网上找到一些日本的商家，随便打电话给日本人进行骚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风气。光是在抖音上边，在微博上面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纷纷的随便找一个日本人的电话就打起来了。もしもし。你弟为什么排核废水？日本語でないとわかんないですよ。操你！为什么排核废水？别！バーベキューですよ。ここはバーベキュー係ですよ。你小八嘎！日本語でわかんない。等着吃！操！はい、切りますよ。你等着我！你等死吧！我！はい、日本語で喋ってください。闭闭！操！二本松市などのラーメン店では昨日の午前10時頃から86で始まる中国からの電話が相次ぎました。処理水などの言葉も使って中国語で一方的に話し、着信拒否をしても別の番号からかかってきて、系列の4店舗で合わせて1000件以上の着信があったといいます。お店も営業してるんで仕込みの時間とかも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ういい加減ちょっと対応しきれなくなったんで、ひとまずちょっと電話回線止めよう、早いことやめてほしい。同様の電話はホテルなどにもかかっていて、警察にも相談の電話が寄せられています。结果日本大使馆都发出了声明，他们说日本国内不相关的个人和团体相继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这是犯罪行为。如果被骚扰对象是商店，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如果是急救医疗机构，则事关人命。日本驻华大使馆说，我馆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基于法律做出严肃处理。你不知道中国法律是一个笑话吗？你发这个声明什么意思？你等于提醒这些中国的网民，你不要光给商家打电话，你还要给这些医疗机构打电话，因为它事关人命啊！太好了，这些打骚扰电话的人不就是等着日本人死吗？发这条消息的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太不了解中国人了，你还这一本正经的讲法律，谁给你讲法律？所以看到之后真的有点为他们着急啊！这些人是粉红，是无脑愤青，是社会底层，他们还生怕造成日本的损失不够大呢，跟他们是没法讲道理，更没法讲法律的。他们心中只有仇恨，看他们言论就知道，一个个都是潜在的反人类的恐怖主义分子。这些言论，说实话，我真的没办法给大家展示出来。他们并不关心环境，更不关心人命，他们要的是极端的报复，这跟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没有两样。你就看日本政府对中国网民的行为进行抗议之后，微博上面有大量的留言在否认他们做过这种事情，做了居然还不敢承认。他们纷纷的表示说，日本大使馆给出的这个骚扰电话的截图是造假的，因为上边写的是0081是日本的电话，不是0086。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截图实际上是从中国来的，是中国的抖音上面有人打了日本电话，然后发出来这个截图作为炫耀。他并不是日本人接到这个电话，
如果日本人接到这个电话，上面应该显示是一个中国的电话，对吧？但是你因为是打出去的，你给别人打的，所以上面显示是对方的电话，当然是应该是日本的电话。其实这个截图下面写了给小日本人打电话，这明显就是中国网民发出来的，所以这些人纷纷在否认，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脸。你就别说这个截图的真假了，你就看看中国的互联网上有多少人在发这些视频给日本人打骚扰电话，现场直播，你居然还在否认，不仅野蛮、无知、愚蠢，甚至还懦弱。与其干这些下三滥的见不得人的事儿，还不如你堂堂正正的去反日，有本事上街呀，又不敢。瞧瞧闯日本大使馆的那些热血的韩国青年，你们不汗颜吗？只会抱一个键盘，怨声载道。实在不行，还可以加入华夏民族志愿军呢。这是什么东西呢？网上有一张照片，是有一个男子，他在街头立了一个牌子，说要组建华夏民族志愿军。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集结在一起，共同作战。打谁呢？他没有具体讲是日本还是哪个国家，他说的是要面对所有的反人类军队、反人类私人武装、反人类集团、反人类组织、反人类团伙、反人类帮派、反人类个体。你写的这么虚，没有指名道姓，那大家会想，你这个反人类的组织会不会是共产党？那你这华夏民族志愿军就是要闹革命啊！这个人我估计很快就会被当地的派出所民警拿下了。你要明白，对于任何的当权者或者奴隶主来讲，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奴隶的主观能动性，因为这种主观能动性是不可控的。你不知道他突然主动的干什么事儿是违背你的利益和意愿，所以说他们希望的是你乖乖的听话，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完了，我不让你干的你不要干，不要自作主张。这才是当权者的逻辑。所以说他就在牌子上写了打美国、打日本、打台湾，估计也会被共产党收拾。打他们轮得上你们吗？打不打还不是共产党说了算。其实呢，做这期节目我已经被打脸了，被自己打脸了，因为上期节目我讲了这个话题应该告一段落。所以说呢，这期节目我不会讲到这个核污染的问题啊，这些细节，这些科学依据，我已经把我的观点阐述得很清楚了，不是完全没有科学上的探讨或者争议，但是总的来讲，这件事情已成定局。我们也应该相信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日本当局，相信他们总比相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靠谱得多吧。由于看到了现在对日本的争议，联合国在微信上的官方公号发布了一条声明。这条声明太有意思了，它从头到尾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做节目所讲的内容。他重申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曾经给出100多页的那个报告的总结，认为日本采取的排放方案和活动符合相关的国际安全标准。而且排放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组对第一批处理水进行了采样，并且做了独立现场分析，证实了氚浓度低于操作限值，并且他们还表示将会持续在现场存在，在排放阶段继续进行安全审查。而且原子能机构未来还会展示对原监测和环境监测的独立确证结果。说了半天，就是原子能机构跟日本密切合作，完成这个排放的任务，确保排放的安全。但是我们注意，中国人不接受这一点，对吧？他们现在甚至质疑原子能机构被日本收买了，整个联合国都在向着日本，还有欧美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韩国政府都是跟中国对着干的。联合国的小编难道不知道吗？当然知道，所以他就玩了点文字游戏。在这篇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上来先暗示对日本的谴责。我们看，尽管面临国内外民众的强烈反对和质疑，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执意开始将存储在福岛的这个废水排放太平洋，然后说由于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核废水排放，争议甚巨，其中包括食品安全、海洋污染、放射性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等议题在全球引起激变。这句话就是在谴责，这么多人在反对，你还执意这么做。这说的好像联合国的立场是反对日本这么做，可是下边的所有内容都在说我们认可日本这么做，日本这么做是安全的。这不是互相矛盾吗？然后整篇文章穿插了很多张照片，都是各地的民众反对日本这么做的照片，有韩国的民众，有日本的民众。你这篇文章是在支持这么做，是在认可这么做，然后放了这么多反对的照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驻华机构的这个求生欲也很强，他们必须按照官方的去表态，但是一旦表态了，又知道招致中国人的愤怒和攻击，所以在里边穿插点反对的元素，穿插几张照片，你就能蒙混过关吗？这些已经完全无脑仇日的小粉红，
他们就能够这么轻易的被你忽悠吗？所以我们看到联合国在微博的官方账号底下的留言，就都是批评、指责、质疑、痛骂，说既然有问题，为什么还往海里排啊？什么日本700亿公关费，你们拿了多少活动经费啊？没办法，这就是中西冷战的结果。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脱钩，慢慢的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我之前讲过，你价值观跟意识形态的冲突，必然导致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冲突，所以中国早晚被开除出地球的球籍，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或者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